石家庄，全中国存在感最低的省会，没有北京宏伟，上海精致，没有成都逍遥，广州市井。提起它，人们会用魔幻、平庸、失落来形容。但它曾经也无比重要，开国第一城，解放第一矿，这里曾是中国的十字路口，是共和国的工业中心。如今辉煌远去，跌落谷底，它依然凭借自己野蛮的生命力，用顽强对抗失落，用摇滚反击平庸。这是石家庄，一座杀不死的城市。石家庄，河北的省会，1.4万平方千米，约等于0.96个北京，1100万人口，是北京的一半。太行山脉见证了这个地区悠久的历史，这里有中国最古老的石桥赵州桥，有华北3大重镇之一的正定古城。石家庄处于中国第2阶梯和第3阶梯的交界处，太行山脉把华北大地一分为2，却在这里留下了最重要的一个口子，这是连接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最便捷的通道。100年前，经由这个口子，中国最早期的铁路打通太行山，连接山东与山西，与中国第1条纵贯南北的大动脉京汉铁路在石家庄相交，让这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撞大运一般的成为了中国最繁华的十字路口。火车拉来了城市，短短30多年，小村庄便扩张为25万人的大型城市。每年14%的人口增长记录，在保持了半个世纪以后才被深圳打破。火车拉来了繁荣，拉来了亚洲最大的药厂，华北最大的集市。1968年，年仅43岁的石家庄凭借交通发达，打败保定，成为河北的省会。他的前半生是一部暴富史，就像是穷人突然中了1个亿的彩票，但没有意识到大厦即将崩塌。21世纪初，当互联网与金融席卷全国，习惯了躺赢的石家庄却坚守着残存的实体经济基础，在羊肠小道上艰难前行。GDP 也从最高的1997年16名快速下滑到40名。这是这座城市的至暗时刻，超过30%的石家庄家庭在世纪末遭遇下岗，艰难谋生。作为离首都最近的省会，石家庄承接大量从北京迁出的重工业，曾经变成中国雾霾最严重的城市，又在北京需要蓝天的时候停工停产，缺乏底蕴，经济掉队，让石家庄在河北省内也地位尴尬，没有存在感。经济不如唐山强势，文化不如保定深厚，历史不如邯郸悠久。石家庄甚至还是全国唯一没有985、211大学的省会。也许是渴望被关注，渴望被看见，石家庄沉迷奇观，开始往国际庄的路上狂奔。美国国会石家庄办事处，霍格沃兹魔法学院河北分校，卢浮宫石家庄分院。如果有人对你说，我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你要先搞清楚他是不是来自石家庄。我还能怎么办？也因此，石家庄成为众多现实题材影视剧的取景地，压抑、颓废，自带魔幻背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石家庄人将巨大的现实反差与无力改变的现状化为一句句自嘲与自黑。我们把石家庄叫做国际庄，自称是庄里人。在 PM2.5 过千的时候，我们自黑为人民服务。一大批在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石家庄孩子，开始用摇滚的方式呐喊出对这座城市的绝望与希望。石家庄 Rock Home Town， 这个带有巧合的名字预言了它成为中国的摇滚之乡。这里诞生了300多家本土乐队，以及多位中国摇滚乐的中坚力量，还有那个最直击灵魂的华北平原第一乐队万能青年旅店。中国社科院曾把石家庄选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而央视却把石家庄评为全中国最忙碌的城市。看似矛盾的结果，却揭示了石家庄人的性格：接受命运，又不甘于命运。2022年，石家庄在疫情中最先解封，并且出人意料地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会。疫情期间，
这里生产了全国一盒难求的莲花清瘟，以及超过11片的布洛芬。它是中国最包容的省会城市，普通话是这里的方言。它也是第一个提出无条件落户的省会城市，不问年纪，不问学历，不问房子，不问工作，来了就是石家庄人。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在石家庄开了2000多家，竟成了这里最有名的小吃，既魔幻又亲切。油辣的汤头，劲道的面条，是天南海北移民们口味的最大公约数。还有这些经历过无数起起落落的石家庄人，无论怎么自嘲自黑，骨子里都有股杀不死的力量。这股力量不来自于冲动或者喊叫，而是忍受，去忍受时代强加给他们的辉煌与失落，魔幻与平庸。这就是石家庄，是每一个勇敢面对生活的中国人。面对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调侃，我们会回答：放马过来。 Rock home.